嘿，你好，我是大兴。今天我将要跟你分享一个不出镜、不露脸、不需要搬用，也不需要你去录音、去口播的一个 YouTube 赚钱方法，并且这个方法已经被市场无数次的验证，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博主都在分享这个方法，但是他们只告诉了你这个方法，没有去告诉你一些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会告诉你我们团队在实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AI 赚钱一学就会，一干就废。很多人是不是会遇到这些问题呢？我们经常在刷 YouTube 的时候，经常会刷到一些博主推荐的 AI 写鬼故事赚钱啦，就是 AI 做鬼故事那种视频赚钱， AI 做情感方面的视频赚钱。另外呢，还有一些利用 AI 做动画去赚钱。这些项目听着都很靠谱，确实这个项目可以赚钱，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大兴的工作室最近在研究 AI 搞钱的项目嘛，然后我们把市面上所有的项目都要试一遍，尽量都要试一遍，在精力充沛的前提下。但是我们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在测试这种 AI 生成故事做出原创视频的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实践发现很多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 AI 你生成的故事太过于生硬。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个故事中间有很多的情节起伏，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小分支，但是 AI 生成的故事太过于惨不忍睹了，没办法去看了。甚至现在国内有很多的这种小公司做了这种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视频这种软件，他们其实还是用的这种 AI 去生成一些故事，然后用故事再配一些画面。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实际应用下来它也是不行的，就是不管是任何的 AI， 你直接拿它去生成故事，生成出来的结果都是生硬的，导致最后上传到平台以后播放量惨不忍睹。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团队经过研究以后发现有几种可行性方案，包括生成故事太生硬，还有图片风格不统一，这两种情况，然后每一种情况我们都有几种解决方案去实现它。今天我就在视频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现在在用的这种解决方案。当然，如果以后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也会一并的给大家在视频中分享出来。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更新的任何干货视频，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下方小铃铛，这样在我更新干货内容的时候，你将第一时间获得提醒。好了，现在我们直接进入正文。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团队对 AI 生成的文案、故事、脚本太生硬的一些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我在我的第一期 ChatGPT 赚钱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原理类似。比如说我们拿鬼故事举例，如果 AI 生成的鬼故事太生硬，是吧？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去 Google 或者百度搜索鬼故事网，然后去找一些鬼故事，然后将这些鬼故事复制出来，然后再让 AI 直接进行改写，这样它整个故事的连贯性、情节起伏方面它都会做得很好。基本上这样做，它也实现了我们内容的一个原创，也解决到了这个 AI 生成故事太生硬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在写一些文案或者脚本的时候，都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去写。它这个其实不只是局限于故事，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个方法以后，一定要懂得变通。那如果你看到这里没有跳过这一段，恭喜你，你解锁了我视频的一个隐藏方法，就是我们在 AI 生成故事、改写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多个 AI， 包括国内的一些豆包、天宫，还有文心一言等等的 AI， 你可以在市面上收集一下，把所有的 AI 全部装到你的系统当中，让每个 AI 都让我们改写一遍，然后看哪个 AI 改写的效果比较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案，因为同样的一个 AI， 比如你在改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可以改写的很好，但是你换一个故事，你觉得它改写倒是也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总是有那些缺点出来，那我们换个 AI， 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生成以后，你还可以使用一些自然语言处理器的一些软件以及平台，还有一些
语法检查器，可以帮助我们检查语法的错误，确保文案的准确性。另外，你还可以使用一些词替换器这样的工具，它可以实现词语的精准替换，让表达呢更丰富多样。还有文本优化器，可以对文本进行整体的提升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收费的工具，当然这些收费的工具它也是提供了一些免费使用的机会，你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比如说多次注册账号等等，这些我不方便说。作为商业需要，那么你确实可以赚钱，那么我认为充个会员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是前期作为试验，你想试一下，那么这些平台也是给了我们一些试用的机会。那比如说句库批改网，它可以对文案进行详细的批改和分析；火龙果写作能够提供各种写作建议和辅助；eTrack 可以精准检查语法的错误和拼写；写作猫能够协助提升文案的质量等等。利用这些平台对文案进行细致的优化和打磨，可以大大增加文本的自然度以及流畅度。另外，如果你还想要更好的效果，我们还可以利用 AI 去帮我们生成一些分支的故事情节，比如故事中的主角只是简单的去旅行了，我们可以让 AI 生成主角在旅行故事中遇到的各种的有趣的人和奇妙的事，像遇到一些会魔法的小精灵，并一起冒险的经历等等。这样既可以丰富故事内容，也可以添增更多的趣味和变化。以上呢就是我们目前对 AI 生成的故事、脚本以及剧情等等的一些文案方面太生硬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既然呢我们是要用它去做视频，那么我们在生成了这种自然度而且情感度高的文案以后，那么我们要将它转换成视频，我们还需要用 AI 去生成一些图片。虽然现在 AI 可以生成视频，但是计算时间长，生成的时间短，而且在目前收费还是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想让它实现我们的团队批量化的操作，不容易实现的。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去生成一些图片，然后利用这些图片去将整个故事的情节去串起来。好了，现在我说一下我们团队对 AI 生成的图片风格不统一的处理办法。第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 AI 现在的图生图功能。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鬼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现成别人已经做好的视频内容，然后我们将这个视频的画面截图，因为这些视频是他们自己制作出来的一些优质的视频画面，每个视频的画面它们的风格都高度统一，那么我们直接将它的故事的画面直接截图，然后去扔到 AI 的图生图功能里面，这样既能保证了图片风格的统一性，也能满足我们对图片的原创的需求。另外，如果你不想用这种操作方式，不想用别人的视频图片，这样显得有点我做不了这样的事，对吧？那么我还给你解决了另外一种方案。因为我们的团队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是分了几个部门去做嘛，他有些人确实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是要继续搞下去，对吧？那么我们也研究出了另外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生成图片以后，就是提示词直接生成图片以后，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实现，比如说 Lumia AI， 它可以智能的实现一键调整图片的色彩、光线等等，让图片呈现出更加优美、和谐、统一的画面效果。另外还有一个 AI， 它叫 Topaz Gigashare AI， 它可以实现图片的高质量放大。比如说我们在找一些图片的时候，这些图片可能已经年代久远了，所以没有一些版权的限制，但是它这个像素确实是让人难以看下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Topaz Gigashare AI可以实现图片的高质量放大，并且呢，它可以同时保持每处细节的清晰度，可以提升图片的整体的画面的质量。另外，美图秀秀的一些 AI 绘画的功能，也可以创作出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绘画作品。你也可以试试 Canva 的 AI 图片生成器，它也能够快速的生成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精美的图片。Photo 的 AI 艺术特效也可以为图片添加各种的艺术化的效果，也可以实现一些风格化的统一。对于一些图片生成动画的方面，我们可以使用 Animac， 它能够根据文字的故事和图片生成动画，
并进行剪辑、添加特效等等。这个软件对于批量化操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 Animac， 另外你还可以使用 Wordson Framework， 这个软件丰富的 AI 功能也可以帮你更快的实现动画视频的制作。我们说了一些核心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要用 AI 生成鬼故事啦、情感故事啦，这些简单的流程怎么样实现呢？那么这就不是我本期视频要讲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在 YouTube 上一搜一大把，是吧？你可以直接搜 AI 赚钱、AI 讲故事、AI 讲鬼故事、AI 生成儿童绘本等等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在 YouTube 上视频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天我的这期视频只是跟你讲干货，跟你讲如何能让这些项目落地的一个方法。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希望你能喜欢今天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如果你觉得有收获，那么别忘了在本期视频下方点个赞。另外，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同时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在我更新干货内容的时候，你将第一时间获得提醒。我是大勋，一个网络创业博主。